Hello，大家好，我是 DP。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SSL 证书。在之前的视频里，我们用的是腾讯云的 SSL 证书。腾讯云的 SSL 证书申请比较简单，但是有两个问题一直没有办法解决，一个是不支持泛域名的申请，一个是有效期只有3个月。今天我们用 SAME 的 Docker 版来申请支持泛域名解析和能自动续签的 SSL 证书。好的，我们来开始。首先打开 dpit.lab00.com， 在这边搜索 SSL， 找到本期视频对应的这个视频标题后面的文档链接，打开对应的文档以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需要准备的内容。首先是你需要有一个域名，因为 SSL 证书是和域名进行绑定的。然后你需要准备 DNSPound 的 API token， 这里可以是其他的域名解析服务商，反正你只要申请到 token 就好。DNSPound 需要你准备的内容是 ID 和 token 两个内容，如果不知道怎么申请，可以看我在这里发的 DNSPound API 申请的相关视频。然后接着看文档的第二部分，我以跨个网盘来举例。打开以后，打开文件夹，里面有两个文件，这就是 Docker 的镜像文件。两个大小不一样，但是内容是一样的。.gz 结尾的是压缩的，.tr 是未压缩的。如果不知道怎么去解压，那么就直接下.tr 这个文件大一点，但是下载好了就能用。如果知道怎么解压，可以直接下.gz 这个回去自己解压一下就好。然后说一下那个跨个网盘有可能会把 Docker 镜像给删除掉，这个没有办法。如果跨个网盘删除了，就看一下其他的网盘，内容是一样的。然后接着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镜像，我们用的这个镜像的版本是 3.1.0， 这个镜像是2024年11月30日发布的，然后现在的时间是2025年5月9日，截止目前这个版本是当前的最新版。好的，这边假设大家已经下载好了镜像，我们打开群晖，然后打开文件管理器，上传到一个你熟悉的位置。我默认用的是 Docker 目录下的 image， 然后在这边我是上传到了这里。上传的方法比较简单，我直接把 tr 这个文件拖进来就可以了。然后这是上传。上传完了以后，我们来导入镜像，打开你的 Container Manager， 点 Image， 然后点上面的 Action， 点导入，然后下面选从文件导入，然后从 DSM 导入。这个时候选 Docker 到那个 image， 你如果上传在别的地方就去别的地方找，然后找这个 NE 开头的这个 SAME， 然后打开点选中，它就会自动完成一个导入。导入以后刷新一下，在这边就能看到版本是 3.1， 至此镜像的导入就完成了。下面我们还需要做一件事，打开文件管理器，在 Docker 下新建一个文件夹，我这边用的文件名是11-ACME-3.1.0， 我后面的程序里用的都是这个名字，你可以改成任意你想要的名字，放到任意你想要的位置，但如果改了的话，你需要在运行的命令里的对应位置进行修改。然后新建完了以后，在这边选属性，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路径，把这个复制下来，这个就是-vol1 开头的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叫完整路径。好，这步都完成了以后，我们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下面我们要开始运行我们的代码部分。继续回到我们的文档，看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分为3个命令，我们先看 3.1， 3.1 是创建 Docker 容器的一个命令。首先我简单讲一下这个命令啊 ，Docker run 这一行不用管固定的，第二行不用管固定的，第三行是这个容器的名字，我用的是 dpit-icme， 你可以改，但是改完了以后，在后续的其他命令里，这里对应的名字你也要做对应的修改。然后这边这个前半部分就是我们刚刚新建完那个文件夹以后复制的路径，把它贴到这里来，如果你跟我不一样，你就贴进来。这个就是在引号里的这个部分，然后后面这个保留，然后这个地方是输入你 DNSPound 的 ID， 然后 DNSPound 的 key 就是 API 的 token 输入在这个地方。我这边写的是一个假的，就是做了一个 demo， 你把它改成你自己的。然后这边这个时区，这个照抄改一下中国的时区，然后这个地方如果你用了我网盘里下载的 3.1.0 这个版本，并且是按照我给的方式导入的镜像，你这个就保持不动。
如果你是用自己的方法使用的不同的版本或者有什么，那这个名字你可能要修改，根据你用的镜像来改。最后一个就是 demo， 这个是建议保留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用这种方式建立的这个 Docker Container 它是可以进行自动更新的。这个讲完了，我们现在来把这个复制过来。然后你需要打开你的 NAS， 使用 SSH 登录，然后切换到 root 用户，这些都做完了以后，直接敲这个运行。好的，这个就新建好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可以看到这一行就是我们新建的这个 Docker Container。因为我用的是非正确的那个 ID 和 key， 我一会儿会重新新建一份来做后面的演示。好的，现在我的那个 Docker 的 Container 已经新建好了，下面我们进行下面的步骤。目前我们能看到 Docker 里面只是有这么一个容器在跑，但是我们没有指定域名，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使用 3.2 这个初次申请证书这个命令。前面这个 Docker 到 exec 不用管，这边是你容器的名字，也就是这里这个。如果这里已经改了，你在这里改成对应的。然后第二行不用管，第三行是指定到 DNS-PON 的这个服务商，如果你用的是其他服务商，那么你就改一下。然后下面两行是指定域名，我是为 lab00.com 这个域名去做的一个申请，它可以匹配到 lab00.com 或者星号 lab00.com， 建议这样去写，这样就可以做一个完整的覆盖。然后这边的服务选的是 Let's Encrypt， 这些都没有问题，我们把它复制过来。复制完了以后，回到命令行这边敲一下。好的，到这里为止，这个证书的申请就完成了，没有任何的问题。下面我们回到群晖里来看一下申请的证书。打开 File Station， 然后打开这个 EESME 这个文件，然后这边有一个 lab00.com 下划线 ECC， 打开，这里面就能看到证书。好的，到这里为止，证书就已经申请到了，但这个证书的有效期它只有3个月。下面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来做证书的更新相关的一个说明。首先在新建命令的时候，我们加上了 daemon 这个属性，它就有一个守护进程，然后它会做自动的更新。我来教大家看一下怎么查看自动更新。首先我们需要进入到这个容器里，我们可以这样，这个命令一会儿我会放到那个文档里。这个地方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把这个是复制你的这个，就是这个容器的这个 ID， 或者你用这个名称是一样的进来，然后看一下时间，输入 date， 这个时间和当前的时间相差一点点，差的不多，没有问题。现在时间是5月9日的凌晨1点05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自动运行的命令在哪里，输入这个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天凌晨的5点36分，这个 SME 这个脚本会运行，然后你的证书是3个月有效期，应该到最后15天的时候，它就会尝试去更新这个证书，然后更新完的证书会自动放到这个位置做一个更新。然后这个我之前做了一个测试。好的，这就是更新前后的一个对比，可以看到这个是3月7日的证书，这个是5月8日的证书。它到了自动更新的时候就会进行一个自动更新，更新前后的文件是一样多的。最后在那个 Docker 的 Container 的那个 log 里是可以看到一个更新的一个记录的，这个和我们在那个命令行里看到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证书的一个自动更新。如果说自动更新有问题，或者说你需要手动更新，那怎么办呢？那么这个命令在这儿，我做一个简单的解释。Docker exec 这个前面的照抄，然后这个是 Docker 的名字和这 Docker 容器的名字和这边是一样的，如果你改了，你这边就要进行修改。这边是 renew 这个照抄，这个是服务商和上面的这个是一样的，然后这是对应需要更新的域名，然后这边加上一个 false 表示强制更新，然后这边的那个服务还是选的 Let's Encrypt， 把这个复制进来，然后继续回到你的命令行。这时候我在 Docker 里，对不对？我把它退出去，我在容器里，我回到群晖的 NAS 里面，然后这时候运行这个命令。
然后他花了一点时间，他就会把那个证书再次更新一下。好的，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首先我选择了刀客版的 SAME， 主要的目的是让它对系统没有任何的影响。刀客容器嘛，你需要的时候你就保留，你不需要的时候你可以随时删除，它不会对你系统进行任何的修改。然后这个操作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你就跑2行刀客命令就可以把那个 SSL 证书申请下来，并且它应该是永久免费，支持泛域名解析，可以自动续签的。这样我们就有了这个证书。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做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个证书用到群晖里面去，稿子我还没写完，所以大家稍微等一等。下一期视频就是如何使用这个申请到的这个证书，这个证书已经是自动更新的，对吧？让它定期把那个拿到的证书更新给群晖，让群晖来使用这个证书，完成一个闭环。如果大家有兴趣，欢迎点个订阅，等我下一期的视频。好的，这就是这期刀客版 SAME 证书申请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请帮忙点赞和转发。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或者遇到的相关问题，欢迎留言。我是 TP，谢谢。